Hello， 朋友们，風和日麗的一天呢，我又開着咱們2026款的 MG7，跑到了咱們的惠州。沒錯，昨天呢，大家可能已經看過了發布會了吧？這輛車的價格呢，確實是特別的給力，15萬級就能買到這麼帥的一台 B 級轎跑車，同時呢，還配有這種無框車門、溜背車身以及全系標配的分段式尾翼。要知道，這種配置呢，可能在以前都是50、60萬甚至100萬級的車型才會配的。那麼這次呢，名爵都給到我們了。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這個2026款相較於2025款呢，究竟有哪些大的變化。那麼首先呢，在外觀方面呢，其實的变化體感上是不大的，主要體現在這個位置。那麼作為一台運動型的轎車呢，好的行走輪胎是最為重要的。那麼之前呢，大家知道它用的是一個頂配是一個5伏調式的輪胎，那麼這次呢換上了一個燻黑的大樹杈，看起來呢更加的霸氣了，對不對？那麼這次呢我們也看到了，它也配備了一個優科豪馬的一個花紋偏向於運動的一個輪胎，想必呢它在路上的表現呢應該也是很不錯的。那麼第二點呢，就是大家最為關心的一點，跟我來到後面。當當，那就是這個分段式的尾翼了。要知道呀，之前這個尾翼可是要花錢選裝的。那麼現在呢，都是給我們配備了一個這麼帥的尾翼。這次名爵還是很有誠意的。我們這次呢，再去看看內飾有哪些大的升級。來到內飾呢，這次最大的變化呢，其實在於它的內在部分。整體的這種用料呢，其實會更加的好了，而且這次還新增了座椅的通風，那麼之前呢是沒有的。那麼還有一點最為重要的就是這次全系標配了8155的車機芯片，而且用上了咱們斑馬最新的系統，整個的流暢度包括互聯程度也會更加的高。而且8155的芯片呢，相較於同級別的燃油車的話，它的這個未來的 OTA 更新的冗餘會更加的好。那麼這次名爵也沒有忘記老車主，那麼老款沒有搭載8155芯片的車型呢，這次也會同步 OTA 升級，這一點還是要給名爵點讚的。那麼對於一個蘋果用戶來講的話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，給我們提供了2套系統。那麼第一套呢是這個車機系統，已經很好用了。當然呢，如果您經常使用 CarPlay 啊，或者是 HiCar 呀，可能多少還會有一些不習慣。那麼它這次呢也是給我們全系統的手機都匹配了，有 Apple 的 CarPlay， 有這個 CarLink， 包括華為的 HiCar， 這個3樣都是有了。不管您使用什麼手機，都可以得到特別好的互聯體驗。這一點呢，確實名爵還是為我們這些年輕人的這種用戶去更加的去思考了，這一點還是很不錯的。那我們趕快把它開起來，看看它的動態表現究竟如何吧。在正式駕駛 MG7 之前呢，我們先調整一下它的駕駛模式。這邊有一個按鈕，摁成 X Mode 模式。這個時候呢，它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高級設置，可以根據您自己的駕駛習慣去進行設置。我都把動力調整到運動，然後差速鎖呢調整了一個適中的狀態，然後轉向呢，那必須也是很重的一個轉向，而且電磁懸掛呢也調整為運動模式。那麼尾翼自然也是要打開，排氣也是要調成超級運動，而且踩兩腳呢確實還是挺好聽的。那我們就以這樣的一個狀態去跟隨車隊一起去跑跑山，看看這輛車在這個操控以及動力方面的表現究竟如何吧。我們現在呢把這輛 MG7 開上了高速，來試一下它的這個 NGP 表現怎麼樣。激活了，激活了。對於一台純燃油車來講的話，這樣的配置呢現在還是很少見的。然後我們試一下它這個變道，即將向右變道。喲，還是很精準的，說變就變，還是挺不錯的。我們先退出來。智能巡航已退出。那麼呢，作為一台運動型的車呢，肯定是開起來會更加的重要一點。那麼這輛車呢，真的和它的外觀十分的匹配。那麼首先呢，就是它不會像很多的這種運動風味型轎車一樣，開起來特別的舒適。這輛車呢，給你的不管是發動機的回饋，還是這個路感的回饋，其實呢都是很強的。而且這輛車真的跟它的外觀一樣，特別的硬朗啊。然後我們在過一些溝溝坎坎的時候呢，它給我們的反饋也是比較充足的。我這次呢也是把電磁懸掛調整為了運動模式，所以路感會更加的清晰一點。如果呢您像我把它這個排氣給打開，然後呢又切換成了這個 X Mode 模式呢，那麼它整體的這種發動機和你這種駕駛者的回饋會更加的強。而且這輛車是絲毫不會吝嗇給你動力的，因為它有一個渦輪的這種防延遲的一個技術，所以說它在這種動力介入的時候呢還是比較積極的。比如說我們現在變個道，它也是很容易給你拉到高轉的。
就是說能很好的把动力给到駕駛者，给你一个很好的速度与激情。那麼這輛車在這種高速上進行這種變道的時候呢，也是很積極、很順暢的，特別的有那種運動型 GT 轎車的感覺。那麼我覺得這種操控方面的表現呢，還是要等一會兒進入山區的時候才能更好的體現。那我們去看一看它在山區上的這種駕駛表現究竟如何吧。朋友們，我們現在呢已經把這輛 MG7開上了惠州的山區裡面。哇塞，這輛車在山區裡的表現呢會更加的驚豔一點。那麼呢，我們在進行過彎的時候呢，因為我調到了一個運動懸架的模式，所以說它在過彎的時候的支撐性呢還是很充足的，而且呢，它現在的轉向手感呢也會隨着車速而波動。那麼這個時候呢，它的轉向呢真的是可以做到指哪打哪的一個狀態。如果我們現在想來點速度與激情，繼續切換我們的自定義模式 X Mode， 現在呢還會伴隨着一點這個聲浪，隨之傳來，整體的感受呢真的是有一種很開心、很愉悅的感覺。而且這個405牛米的這個最大扭矩也不是蓋的，在跑山的時候呢，你絲毫感覺不到，它是一台 2.0T 的感覺，甚至是感覺有一種，這種聲浪有點 3.0T 的感覺，還是挺好玩的。而且我們在過彎的時候呢，還可以減個檔什麼的，哎呀，這個感覺真的是15萬級別的是絕無僅有的。你基本上買到一個20萬級別的車呢，都很少有這種愉悅的感受。這真的是我開過這個價位裡最有駕駛樂趣的一台車之一。如果您感興趣的話，真的很建議您把它開到您所在的城市去感受一下。怎麼樣，朋友們？今天體驗下來呢，是不是跟小凱覺得一樣？這輛車真的是又好看又好開。那麼現在呢，它的權益呢也是很驚人的。那麼在經過一系列的補貼以後，它的現實的這個搶購價呢是11.69萬到15.49萬。媽呀，15萬級別就能買到這麼一台全能的 B 級溜背轎跑，還是很心動的，是不是？那麼在現在呢，2月15號之前下定呢，還可以享受至高價值這個3萬元的一個補貼，想想呢還是很心動的。而且這次還新增了一個冰島藍的顏色，那個顏色呢我見了也是很有這種速度與激情的感覺的。那麼如果大家再不搶的話，可是真的要沒了。怎麼樣，這輛車您看完心動了嗎？如果心動的話，就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。這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，我們下期再會。